其实早在2015年，美国加州某大学就已经完成了一项逆天的实验，那就是起死回生，并且还研发出了可以起死回生的药物。起初，他们为了验证药物的有效性，先是找来一只患有白内障且已经死去8小时的狗狗来实验。实验开始，研究人员将针管刺入狗狗大脑，然后注入白色药物。另一名女研究员则摘下首饰，拉动电闸。然而，奇迹并没有发生。随后，他们又加大了电压，试了一次，果然有效了。只见狗狗的耳朵竟然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砰的一声，奇迹发生了，一条死了8小时的狗狗竟然真的被复活了，而且生前患有的白内障也随即消失了。众人看到这个结果是欣喜若狂啊，因为他们知道这项成果一旦被公开，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拿不完的奖项，花不完的马内呀。殊不知，此时这条被复活的狗狗已经不是原来的狗狗了。很快，经过他们对狗狗全身检查，发现此时狗狗的大脑相当活跃，而且它如今的智商都能甩犬类最高智商的边牧好几条街了。除此之外，一切还算正常。起初他们对此并没有在意，甚至还以为这是药物带来的功效。殊不知这种反应可不是什么功效，而是副作用。很快他们就再次发现了问题，这狗狗是越来越不对劲了。刚开始狗狗复活后只是没精神不爱动，整天不吃也不喝，后来就变得性情特别暴躁，在没人招惹它的时候就动不动呲着个大牙。更诡异的是，它竟然能轻易的打开笼子，并在夜深人静时来到主人房间，静静凝视着熟睡的主人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接下来他又想干什么。与此同时，这个研发小组的组长深知狗狗的复活只是一个半成品，处处还存在着很多未知定数。然而还不等他继续优化研究，一位高管就带着人闯进了实验室，并且还强行霸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。众人回到宿舍是愤愤不平啊，多年的研究成果凭什么拱手相让啊？研究组长不服，当即决定势必要在高管公开结果之前再做一次复活实验，只要记录下整个过程，率先发布实验成果，就有希望重新拿回科研项目的所有权。时间紧任务中，科研组长带着团队再次进了实验室，他们又拿出一条狗狗，随着组长一声令下，插入针管，注射药物，拉动电闸。没想到这次女科研人员竟然被巨大的电流当场电死，仅仅是因为她忘了摘下能导电的首饰。组长见状立即对女科研人员进行施救，可无论众人如何施救，女科研员最终还是死了。组长伤心至极，他不想失去最得力的一员，于是组长心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那就是复活人。然而当同事们得知组长的想法后，却极力的反对，大哥呀，随意拿人做实验那是违法的呀。然而组长对此管不了那么多，见状组长心意已决，拥有共同目标的众人只好接受。随即他们一起继续完成实验，复活人的实验正式开始。针管插入大脑，注射药物，推动电闸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2次加电毫无效果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巡逻的保安正朝他们的实验室缓缓走来，他们见状赶紧关灯，藏匿好实验并躲了起来。万幸的是，保安并没有发现他们。然而就当众人庆幸躲过一劫时，组长回头一看，刚刚还躺在实验台上的女研究员此时竟然坐了起来，复活成功了。就在刚刚，美国几名科学家竟复活一个女人，此时女人就坐在实验台上。科研组长缓缓靠近，小心翼翼地扯下白布，只见被复活的女人蓬头垢面，目光呆滞，眼神空洞，宛如一副行尸走肉。众人见状，赶紧对复活后的女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，结果检查显示复活女一切正常，但正常的有点让人感觉不正常，因为通过对复活女脑部扫描后发现，此时复活女的大脑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，而大脑的开发也到了极限。正常人的大脑只开发了10%，而此时复活女却开发到了99%。然而科研组长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威胁，而是兴奋地上前询问复活女现在的感受。然而还没等组长慰问完呢，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复活女一个斜眼杀，一旁桌子上的钢笔竟然动了起来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能提前揣测出别人即将说到的话。 You just been through a traumatic experience. You need to let your body heal. Just try to take it easy, okay? I'll be right outside the door. 看到这一幕，可把组长吓坏了。他赶紧出门和同事们商量对策。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，此时他们的一言一行完全被复活女尽收眼底。现在拥有这项技能后，复活女也感觉到了害怕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她惊恐地告诉组长，2小时前自己被电死的时候，看到过一些奇怪的画面：昏暗的灯、幽深的走廊，还有熊熊燃烧不尽的烈火。组长感觉复活女是被复活后对身体还不适应产生的幻觉，于是就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，让她好好休息一下。然而此时组长并没有察觉。复活女正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盯着他，
随后熟睡的复活女再次进入到她濒死之前的幻境，随着燃烧的火焰，现实中的身体缓缓地悬浮在半空中，眼睛也开始变得发黑。原来以上场景是复活女小时候放的一把火，这场火导致了全家人的死亡，因此她一直生活在自责中。如今好不容易意外死亡，却又被强行复活，继续活在自责的痛苦中。于是复活女彻底黑化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一名科研人员小黑听到屋内的动静，赶紧上前查看。殊不知此时的复活女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还说想让小黑尝一下爱情的苦。话音刚落，复活女就妖娆的靠近小黑，殊不知直男的小黑一把推开了复活女。想啥好三呢？他不明白复活女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总感觉这一切不正常，肯定没啥好事啊。果不其然，他猜对了。只见复活女的眼珠再次变成了黑色，紧接着小黑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进柜子，下一秒柜子开始扭曲变形，在复活女的控制下不断的溃缩，很快小黑就被炸成了汁了。然而对于复活女而言，这仅仅是个开胃小菜，她的终极目标是今晚谁都别想活着出去。你能看出眼前这个女人是一个复活人吗？此时一个男人对着他就是咆哮，然而他只是用一个眼神就控制激光笔飞进了男人嘴里，当场卡住了男人的气管。女人抛了一个媚眼，紧接着男人就命丧黄泉。殊不知就当两人愤怒的转头看向复活女时，复活女正面无表情，一脸冷漠的看着他们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可怕的力量席卷而来，只见女人化身为万磁王，控制周围的桌椅板凳，朝着两人砸了过去。等两人醒来时，复活女已不知去向。如今看来复活女算是彻底失控了。同时科研组长见状立即取来镇定剂，并且还让女同事躲好，毕竟复活女是组长复活的，现在所造成的一切也都是因为组长，所以组长决定自己做的孽就由自己亲手了结。结果组长刚出了门，就看到了复活女的身影。组长见状，拿着装有镇定剂的针管，小心翼翼地靠了上去。结果灯光一灭一亮，复活女就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面对拥有超能力的复活女，组长也不敢直接正面硬刚啊。只见他先是假意顺从，放下了手中的针管，紧接着组长死马当活马医，对着复活女说了一大堆的花言巧语。这家伙把复活女听得一愣一愣的呀。很快，复活女听了组长的话后也是有所触动，并且还放下了戒心。殊不知，就当复活女要和组长抱抱时，她瞬间就听到了此时组长内心的真实想法。Zoe? You get that needle and you put her down. That's all right. 好嘛！得知组长的想法后，复活女那叫一个气呀，捧住组长的头，不断的用力挤压，组长顿时就被疼得嗷嗷直叫。最终只听咔嚓一声，组长当场暴毙而亡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女同事看到这一切，吓得使劲的捂住嘴，根本不敢发出丝毫声音。随后，不想坐以待毙的女同事开始准备镇定剂。根据刚才组长的死亡，女同事总结了教训，这次她聪明的将装有镇定剂的针管藏在了不容易被发现的靴子里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复活女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，她打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顺着声音一路摸过去。周围一片漆黑的环境，使得恐惧、未知与绝望不断地冲击着女同事的心头。就在女同事即将到达崩溃边缘时，复活女突然出现。与此同时，女同事吓得闭上眼，一咬牙，将针管扎入复活女的胸口，仅是一针，复活女瞬间就没了战斗力。同时，女同事一看复活女蔫了，镇定剂起效果了，上去又给复活女来了一针。最终，复活女倒在地上，渐渐的没了反应。女同事见状，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如释重负的瘫坐在地上。很快，消防员赶到了，激动的女同事一把抱着消防员，似乎此时的她才算是有了一些安全感。殊不知，就当女同事彻底放下戒心时，她竟然意外的发现，刚才还躺在自己身边的复活女，如今已经不见了。女同事顿时心感不妙。果然啊，当她再次看到眼前的消防员时，整个人瞬间都被吓麻了。没错，此时的消防员就是那个复活女。紧接着，咔嚓一声，女同事眼卡了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说实话，秦始皇都没玩明白长生不老啊，你们几个还敢玩起死回生啊？咋寻思的呢？Goodbye, everyone.